全世界最大的环太平洋军演在夏威夷登场，29个国家参加。去年2年以前是27啊，2年半一次啊，现在29。那美国的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停泊在珍珠港，哦，它是主角哦，航空母舰。那为什么要联合演训？是要防止侵略。那谁侵略？当然是中国嘛。侵略谁？当然是台湾嘛。啊，不，这很好笑。29个国家他来。搞一个4万吨的舰，把它炸成这个像大陆的那个什么什么舰一样，哦，甚至有人还说像大陆的山东舰，炸成吓老共，哦，他不敢打台湾，哦，然后我们所有的部署都是为了怕老共打台湾。那换句话说，你的目标就是老共嘛，你也不怕他生气，那说邀请我们台湾参加吧，不行，这个老共会生气，对啊，什么个逻辑啊？就我整个演习就是针对他，而且我讲清楚，还讲清楚，我就要打击他，就防止他犯罪。然后呢，那他们说，那让我们参加一下29个国家，不行啊！这逻辑我不懂他们在想什么。大陆国防部说了，哦，你这样就吓我啊，我是不可能被你吓唬的哦。事实上我也不相信他是被吓唬，反正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嘛啊。而且呢，美国是要把台湾变成无人地狱，你看叫无人机在台海。变成一个地狱，大陆国防部说你自己先做下地狱的准备，像小孩子吵架一样的哦，吵架一样。不过当然，如果只是嘴巴吵架也就算了，不要真的打了哈。好，我们看一下。And the theme for the exercise is partners, integrated, and prepare. 宣布环太军演正式开幕，美国海军第3舰队司令以总指挥官身份召开国际记者会，29国参与，台湾依旧没被获邀。虽然美国国会曾经向五角大厦建议邀请台湾，可以缓解 TVBS 直接询问。Wondering whether you could share what are some considerations in the near future, and if Taiwan could be invited, be it an observer role or maybe any informal kind of delegation. The United States is committed to a one China policy. Okay, and that's based on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the 3 joint communiques and the 6 assurances. So China was not invited this year just because of the reluctance to adhere to international rules, norms, and standards. 看似的答非所问，用字遣词均有琢磨，但被问到这次环太是否剑指中共或俄罗斯。We are not singling out any nation or any country whatsoever. 而当其他的台湾媒体关心台美海军会否有更多海上不期而遇训练，又或者怎么看共军持续扰台 As a Third Fleet commander, that is outside of my area of responsibility, and that specific question would be best directed for U.S. Indo-Pacific Command. 那对于这半小时的记者会呢，其实基本上美方呢都是有问必答，当然也是要对外展现美军对于第29届的环太军演对外展现的强大自信。老沈怎么看演习？是一个大道理哈，就是说太平洋两岸中美争霸，是斗而不破，绝对不能不斗，但是斗绝对不可以破，破了以后大鱼非死即伤，小鱼也许可以逃过一命，但是它海峡的两岸也是斗而不破，就是为斗在什么地方呢？斗在这个谋独跟反独上面，这是一个焦点嘛。所以呢，如果这一点看清楚的话，不管什么演飞机有多少船只有多少，你心里有底有谱，你晓得应该怎么做。但是这是一个高度技巧，你明明知道他是来乱的，你明明知道他不会打，但是你不能讲的就说他不会打，我们就这样就好，这样他不高兴了，他会加码所以你要一方面要表现得我在乎我真的是给我困扰。但是，一方面老百姓知道，然后我心里不要随之起舞，这个高度操作的困难我举在另外一个程度，就是说，比如说现在他要司法处理这些台独分子嘛，那国民党的处理我就非常的不赞成。国民党极力去强调依老共的标准，我们90%的人都是台独分子，所以呢，就挂红灯黄灯橘灯就要去大陆列为这个要高度。民进党对，就这个管制。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错误。我觉得呢，我要是民进党政府，我会照样开放去大陆，但是呢，我可以建议民间的保险公司出面卖一个中国旅游台独保险，对不对？你觉得有没有道理？非常有道理，因为你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跟我无关
所以他这个保险费可以缴得很低啊，你就要缴高一点也不会很高啦。也不很高。那很多必须缴保，跟我有什么关系？不是把很多要缴保险费很高的人，他不去了嘛，自动不去了嘛，去干嘛？所以这是一门新的行业，而且因为这个样子呢，可以去凸显劳工的愚蠢，你知道吗？也可以凸显两岸关系的微妙，你觉得好不好？不好，好吧，你讲完继续。好的话，保险公司就去做了嘛。什么？好的话，保险公司就去做了。都还没人提起来的。我觉得保险业，我们台湾保险没有人想到这件事情但是你民进党政府叫大家不要去，就上了劳工上，劳工觉得这个很好笑，你知道吗？我都已经做错了，你还跟进，做的比我更错。现在就是这样，你做一件我加码，你加码，我跟你讲，你这样的手段没有办法好好的处理两岸关系。来，郑涵兄，其实现在这个中美之间，我觉得有几个重要主轴啦。那第一个当然是风险管理嘛。那风险管理的前提是有风险嘛，有风险才必须做风险管理嘛，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两边在比较谁有画红线的权利，不止红线存在，而是谁有画红线的权利。那谁画下去的那条红线，最后真的成为彼此之间最重要的制约了哈。所以今天不管是刚才大家看到这个环太平洋军演的这些，其实某个部分大家都是在竞争那个红线的诠释权到底在什么地方了哈。那当然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它某个部分，他把这个台湾视为他非常非常重要的某一种红线的画设。那美国当然他拉的就是所谓的印太的这整个架构。可是我要说，我刚才因为大佬刚才讲到，确实今天在老共公布的这个惩戒台独的这件事情里面，坦白说，这件事情也会帮这个包括赖清德总统很大程度的在这里面过去。这个国民党最喜欢指责你这个什么务实台独工作的没有啊？现在你什么讲什么务实台独，这个攻击完全无效了。当全台湾70%、80% 的人在老共眼中都是台独的时候，你还去争执什么务实台独工作者这件事情，这个攻击的效力就完全大大的降低很多了。你还是民进党的层次，你没有办法体会到我刚才那段话精致的地方在哪里。但我跟你说，大佬，我跟你说，我是同意你用保险的方式搞的。我觉得用这种在经济上面的跟人民荷包有关的事情，把它放到政治层次上面的来考虑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去思考这件事情的触及的面就会完全不一样，活泼起来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刚刚赵先生不同意，我说我是同意你的啦。谢谢。我没有不同意他，我是觉得如果真的好，保险公司去做了，把它做了，他是故意跟我抬杠。我最终还是民进党同意你啦。基本上我老共这个做事我也不赞成了因为我是觉得说，我常常跟老共讲，你就缩小打击面嘛。你是要说老共只会搞统战呐？什么叫统战？就是统一联合战线，只要不是敌人，只要这都可以是朋友嘛。你先把朋友打成敌人了，你这是搞什么鬼呢？对不对？因为我举例子了，比如老共有一条就是说，如果你要去争取参加像联合国这种国际组织，你就是台独。你记不记得时候陈水扁连任的时候，为了快落选了，民调很低，他去搞一个入联公投，记得吗？入联公投，他就想用这个来吸引大家的这隐含台独嘛，然后入联公投。那国民党是怎么办？国民党也不敢反对啊，国民党去搞个反联公投。国民党说，我原来是联合国会员国，我现在反联，所以那时候国民党搞反联啊，也跟你这边搞啊，都一样啊。我懂他的意思说，你出一招，从民主的角度选举，我必须要反制嘛。那你说你也是台独，因为你要去反联，那全台湾都是台独了。那你要缩小你的打击面，我就针对那个台独的首谋分子。所以我也常常讲，你老共早就应该宣布说，台湾除非台独我打你，其他我不会打。那就很简单嘛，你搞了一大堆条件，什么外国进来也不行，台湾内部搞了半天，那你的重点就没有了嘛。主任，你也听不懂我的话，老共收不回去了嘛。所以你就劝大家去带着保险买保险去替他解套，让他下台阶嘛。我讲这跟你讲无关了，我只是跟你讲说，你老公在做很多计划的时候，你要缩小打击面，不是扩大打击面。你扩大你也不可能打击到嘛。
然后呢，你这搞得就变成说，那大家都好像变成都是台独了。赖清德就用这个嘛，所以你看你们都是台独了，2300万，你们2250万都是台独了，所以你们都不要去大陆，要去大陆的话呢，把你们抓起来哦，等等。他赖清德当然是很荒谬了，老公也不会这样干了，但是呢，就给他一个理由，变成这样子嘛。休息一下再回来。老公的飞机跟舰最近常来，而且越来越近，越来越密，哦，越来越都跟你这个突破你的中线，哦，我们就驱离它，我们要驱离它，哦，你已经进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什么这个区域那个区啊，中华民国什么东西啊？讲什么？我们看一下。别笑了，中华民国是个什么东西？又在空中相遇，我空军柔性驱离，却遭中共军机回呛中华民国什么东西？这还只是空军日常遭遇。截至27号清晨6点为止的24小时，7艘共舰33架次共机穿越台海中线，几乎将台湾本岛包围夹击，只留下东北一小区域。最近距离基隆短短40海里，不断的在刺探我们的底线。那在将来的话，一定会逼入我们的12海里，逼入我们领空，要我们开第一枪。共机共舰自四面八方逼近，不过27号在巴士海峡也发现美军E3B 空中预警机与 MC-132运输机行经我西南空域，美军机频频绕行，或许鉴于西南空域情势升级，但除了在空中施加压力，网络上的匿名活动资讯也被质疑与对岸有关系。以军旅生涯照片为题，在社群征选作品，只要提供帅气的军中照，就有机会获得奖品，例如日本东京大阪双人行或 iPhone 15 Pro Max 256G 对象，锁定国军。一面武力压迫，一面奖品诱惑，不知有多少愿者上钩。老共最近常常四面包抄，只留一个小洞，哦，怎么包？老共就说了，对于民进党当局而言，四面围台湾要适应啊！我们每天来搞这个东西，你们适应啊，习惯就好了，惯习得喝了哦。而且你不搞台独，你干嘛胆战心惊？围你也不会打你啊，我就围而已啊。你不搞台独就放心啦，你搞台独才要担心呢，怕什么？别讲。好，你讲得很好。陆委会说，非必要不要去陆港澳，连澳门都放进来。是啊。澳门其实台湾人去就是吃喝玩乐赌嘛，哦，澳门真的不错了，哦，又近，然后呢，那个旅馆也不错，然后餐厅很好，澳门餐厅真的很好，我很久没去了，但是我去的印象觉得还不错啊。那连这个都一起都不准去了哦，就是现在就变成这样，你搞什么？赖清德过去1个月讲了3次嘛，哦，非国两岸不是国与国什么国与国互不隶属哦，然后呢，老共就给你搞22条。然后呢，这个我们就是寄出一个港澳路都不要去啊。然后他将来就跟你讲说，大陆学生也不要去。他现在每一省的省政府都劝学生不要到台湾去，什么短期游学也不用去。所以有些私立大学哦，如大汉之望云逆，突然发觉今年9月要来的是0，一个都没有，通通不准来。他也没说不准，就劝你不要来。那我去干嘛呢？花了钱去念书，然后回来还被人家指责。所以现在两岸就变成这样子哦。那么业者就说，怎么总是伤害我们旅行业的？他们就首当其冲嘛，啊，首当其冲就被伤害到了啊。那另外这个童子贤，我觉得这话讲得不错，说台湾人在集体梦游，哦，台湾是被集体哦，真的被集体搞得弱智，真的是弱智，就搞得他不知道世界在干嘛，也不知道人家在干嘛，就是被搞到就是大家都好像那个智力很低哈。那他讲的，我觉得讲的比我好，叫集体梦游，大家一起不要再集体梦游。他说哈，台湾的排碳是吊车尾，他这全世界吊车尾的，还自以为好棒啊，哎呀我好棒啊，哦，根本就是集体梦游，哦，那而且他说蔡英文卸任的时候，绿电比马英九的时候不进反而退了，就绿电占的比例还更少，陈主任讲的了啊。那他是说，你2025年要废核，应该再重新考虑吧。台积电用电现在8%，将会变成11%、12%，电动车也用很多啊。将来有增加50到100万50到100亿度的电
电动车要充电嘛，那都是要电呐，所以呢，这个本来就台湾每年用电成长1到1.5%，所以呢，未来5到10年用电会成长10%以上。那你现在这电真的够吗？那如果说以前有9个太阳你就罢了，现在没9个太阳都被后移射下来了，所以呢，有9个太阳我们可以发光电是9到10倍，现在没有啊。而他讲这很重要，一般人都搞不懂。我们常常讲说我们的太阳能装置容量很大，他这是装置容量很大，是有太阳才装置容量很大。中午12点是100%啊，早上8点、晚上5点可能就60%、70%了，然后到半夜是0啊，根本没有啊。所以呢，你说你太阳能占了23%，那是中午12点嘛，对不对？而且这几天夏至啊，太阳很大，那哪有23？根本没有啊，到时候就没有啊，对不对？所以就是你们常常光一个数字就认为说我们没有问题，不一样啊。核电厂是24小时1年365天几乎一直在那边发电的嘛。那童子贤说，人家就问说，童子贤你每天在谈核能，民进党已经不是政策了。童子贤说，赖清德让我继续谈，总统府发言人说乱讲，总统没有授意，太好笑了，这搞什么？总统没授意。那童子贤说，我是赖清德没有上任的时候跟他谈的。上任以后，520以后呢，没谈过。那上任之前什么时候谈的呢？他是说呢，蛮久以前了，蛮久以前了。所以呢，这个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我们看一下，弄一些条件卡卡的在那边挪来挪去，挪来挪去。我告诉你，挪到有一天可能的，我只是讲可能你的优势就不见了。童子贤表示，总统赖清德之所以允许他继续讨论研究核电，一定是认为有很多东西要做全盘思考。但这发言却遭到总统府反驳，表示总统尊重能源议题多元意见，但并没有授意童子贤谈核能。赖政府自家人的说法，反而让非核家园立场成为在野剑拔。老陈，我觉得童子贤蛮可爱的他很多话是有话直讲。不过我很震惊，说总统府敢说总统没有授权让你讲能源。总统是把童子贤要做行政院长，他不干，把他藏到总统府里头的3个委员会之一，而那个委员会呢还不敢讲是能源，讲气候变迁。他的副召集人，就气候变迁不含能源，你知道吗？所以我老早就已经建议，我在本节目也讲过啊，你都没有注意听。童子贤一个人呢势单力薄没有用，他应该找张忠谋联合去找黄仁勋回来给讲，我以后这个 NVIDIA 的主要扩展重点都摆在台湾，但是重点这个是很吃电的这个就像人的大脑非常厉害，非常吃葡萄糖的，没有葡萄糖人脑不能运作，5分钟就完了，没有电力。我的 NVIDIA 没有用，这个就有效了。我跟你讲这个民进党背负这个反核的包袱太重了，谁也没有办法把它卸下来。但是不要轻视黄仁勋的力道，黄仁勋的股票可以买，黄仁勋的意见可以帮民进党很大忙。不过我还要讲，我喜欢那个中共解放军的那个飞行员，中华民国什么东西啊？我问你如果你是中华民国空军的这个政战官，你要叫我们的飞行员怎么回应？什么东西是国家什么东西，对不对？但是呢，我觉得老共这个飞行员就如同路边那个小孩指着说国王没有穿衣服。你看他那一句话是讲给谁听的？讲给赖士葆听的，讲给费鸿泰听的，讲给马英九听的，真好，讲得真好。你知道吗？我跟你讲，要醒过来，好好干的。不是，老共的政治教育一定跟他的兵讲，没有中华民国，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定在他那个政治教育一定是这样子嘛。所以那些兵你到底在替谁辩护啊？我在替我们自己辩护啊。老共那些兵，他当然这样讲，否则他要讲什么？中华民国存在。其实我个人针对刚刚讲说全面封锁这件事情，我有问过交通部长李孟彦，因为很多航商，不管是空运还是海运，都跟我讲说，如果我们真的全面被封锁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进出口。那我们需要进出口的时候，就必须找到该走的航道。那这是李孟彦在交通委员会第一次质询的时候，特地回应我说，我们都已经讲好了。可是我谁讲好？都跟这些航商说，然后民航局的局长什么人都出来，什么各个官员都出来说，我们有准备好，没有准备好。那我是说，你们要跟航商讲，
因为台湾还是很吃进出口的，这点很重要。可是另外一个，我以为他跟老共讲，没有了，没有，才比较有用。我们自己讲好怎么用？不过另外一点，其实我更担心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航道嘛，航道被封锁的时候，我们台湾目前很重要的一个电力来源是所谓的液态天然气 LNG。当我们的液态天然气被老共封锁的时候，我们台湾是否有足够的电力撑过1个礼拜、2个礼拜？没有。而且更现实就是说，天然气要占50%发电呢，怎么有可能？对，更现实是说2030我们要全面电动巴士，2040全台湾都只能卖电发电的机车跟小客车，2050全面无碳，那电从哪里来？做不到。然后更现实的就是说，大饼根本做不到。刚刚那个沈大佬有讲到那个黄仁勋那边，那其实有一点我必须先提出来。我们有没有电？在2030有没有电我不知道。不过明年 C-band 就要来，也就是欧盟是特地去针对碳排放所制造碳排放的电所制造出来的产品，特地要去课税。那台湾的这个碳交易法母法执法还不明朗，可是母法去年已经过了。但是在这个前提之下，就是说 C-band 要上路了，我们台湾有97%的电是靠碳排放出来的。那我们该怎么样去应对？那我们怎么样在台湾里面课税，所以不用到国外去课税？这个我们需要去很认真的面对。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我们的 export 要出去，我们的电是用碳排放输出的电所制造出来的，我们要被课税，那其他国家会愿意在我们这边直接做投资吗？这是很严肃的问题。我也希望说黄仁勋能愿意来台湾投资。但台湾第一个，台湾现在我这样，台湾现在是全世界4大火药库之一，以巴、乌俄、南海、台湾两岸4大火药库之一。然后我们电又严重不足，那而且我们还要耗很多电，我们电还比别人贵。那这情况之下的话，如果我是跨国企业体，我当然希望是来台湾，台湾很方便。但是有这3个前提要先解决之后，我觉得比较务实的黄仁勋才有可能在台湾设 R&D center， 好不好？童子贤说，台湾的 AI 产业不要飘飘然，好，自己以为 AI 很棒啊，差远了啊。经济部长说，台湾人要 AI 不要电厂也很奇怪，所以呢，周荣泰说，请个人挺国家开发电力。那问题是，你这些核电厂就在这个地方，你不用，你要再去开发，老百姓当然反对。你去开发任何电厂，现在都很困难的啦，哦。那另外呢，台电现在推一个叫做住商节电，哦，所以被人家骂说跟人民抢电，就是说呢，你如果愿意，因为现在核三可能会停役，如果说呢，我远端遥控，我电不够了，现在工厂就叫人家，你现在只能开工70%、50%，叫你停就停。现在家里也是这样，老沈，你愿不愿意？愿意的话呢，这个远端可以断你的电，然后1个月可以领48块奖励哦。那这是台电的这个公文嘛？办法是这样哈。太小看台湾人民了，那台湾人民没那么穷了。对啊，台湾人民愿意为国家牺牲，48块都不要，对，睡觉要回来，48块谁要48块？